他是 CS 史上最狂的教练，赛前拒绝握手，赛后拒绝发言，同时他也是电竞史上心态最无敌、最冷静、最不压力队员，也最不吃压力之人。绿龙的新任主教练 Frog。水是把我当屎，把我当那种臭。你绿龙教练是一个毛绒青蛙，你跟我说采访绿龙教练。Dicks in the server, is that accurate? Agree. Beat Bet Boom. 这是 CS 最强战队之一的教练，你敢跟他对视3秒钟吗？传下去，蛙学弟带着够学长打比赛了，而且剑指 Major 冠军奖杯。Frog 是绿龙此次 Clone Major 开始前才加入队伍的教练，因此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出来，队伍打得有些不适应，还在磨合期。第一场对阵 BB 的时候，上半场拿了2分后就被对方连追4分，好在绿龙迅速调整状态，直接关闭得分通道，2比4直接打成了13比5。在比赛期间，每次看到队员状态有问题 ，Frog 教练都会果断扣除暂停，而且从队伍脉能看出来，暂停期间教练一直在讲话，布置战术。每次暂停之后，绿龙都能轻松拿分，跟哈利垫底的暂停得分率形成鲜明对比。蛙学弟还是太权威了，哈利你别回来了，我怕 Frog 误会。为啥我说刚开始打的不适应？看下绿龙整个2阶段战绩就懂了，3场全胜速通第2阶段的同时，每一场比赛都可以用碾压式胜利来形容。跟9Z 打的 BO3，2场加起来才拿了4分，还没 BB 一个 BO1 拿的分多，所以才说第一场的13比5是磨合期。绿龙这么厉害，除了选手个人实力外，也离不开 Frog 的指导。在赛前，他就根据绿龙的风格准备了2条战术，而且还大大方方的写在纸条上，谁都能看。Frog 的底气源于对实力的绝对自信。第1条战术 Rush B， 第2条战术关门放 Dunk。知道了战术又能咋样 ？Dunk 一个人全杀完了，这招怎么破？根本破不了。Dunk 太能杀了，纯来 Major 炸鱼来了。他这么能杀，让他杀呗。不过这战术有时候执行的也有问题，比如说纸上写着让 Rush B， 结果5个人全跑 A 点去了，给 Frog 气得脸都绿了。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外 ，Frog 跟队员们相处还是非常融洽的。出去玩的时候还能想着带着教练一块能愉快相处，跟 Frog 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作为一只儒雅随和的青蛙 ，Frog 脸上时刻挂着笑容，不压力队员，而且还非常善于吸取教训。第1天打完比赛的时候 ，Frog 都不去跟对方队员握手，赛后也是出现不小节奏，指责他太狂了，目中无人。结果跟9Z 打完后，就跟着队员一起去握手了，知错就改这一块。介绍完比赛的情况，我们再来说说 Frog 本蛙吧。Frog 原名加波奇，能当上绿龙教练，全靠 Dunk 一手提携上来的，是 Dunk 喜欢的玩偶。你 Dunk 叔叔啊，别看征战沙场多年，其实也才刚成年，喜欢这些毛绒玩具很正常。没错，其实 Frog 教练是 Dunk 的玩偶，可不是什么真的会执教的青蛙，大家可不要被绿龙骗了。之所以让 Frog 临危受命，主要是原来的主教练哈利身体不好，在 Major 之前就已经因病缺席过2场赛事了。本来打算在 Major 回归，结果开赛前又病倒了。在哈利缺席的日子，都是替补教练索菲克扛的大旗，而且还带着绿龙拿到了意亚1冠，也是个实力教练了。哈利不来，该他继续带队，结果签证被卡，也是无奈缺席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绿龙才推出了 Frog 执教，其实就是让马西西自由发挥，不仅要当队内的指挥，还要担起教练的责任。要是换做脑力王大超老师，那单核处理器怕是要直接烧起来了。咱从结果来看，绿龙失去哈利的影响，就好比田径界失去了凯伦。你要问我凯伦是谁？凯伦是我高中同学，别人跑400米要1分钟，他跑1分钟根本用不了400米。对，哈利每次叫暂停，绿龙都会莫名其妙的丢分，真不如马西西叫个暂停，哪怕哥几个啥战术也不商量，坐那儿聊1分钟的天的效果。之前大超的战术被骂惨了，结果才知道执行的都是哈利定下的战术。虽然 Dunk 表示他跟哈利就像父子关系。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like with Harry? Can you describe it to us? I know son and father. Yeah. 但冷知识 ，Dunk 并没有说谁是父谁是子。现在 Frog 带队无伤拿下第2阶段，哈利也急了，怕到时候发现自己真没多大用处了，最快第3阶段就会赶回来了。理性讨论，要是哈利在第3阶段真的回来执教了，那 Frog 的执教生涯将无一败绩，到时候真的是 Frog 王朝了吧？